我想一个人静静，不要再跟着我了。别再喝了。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不是给我下了不离锁吗？不让我靠近吗？若是想要逃离，或者想发泄，我和于墨都会陪着你，但是不能再喝酒了。你的伤还没有好。不必如此，我们终究不是一路人。那你说说看，你是哪路的呀？从小，我就是为了捉妖而修行，也一直以为这就是我的路。可如今才发现，这一切都是骗局。我一心以为自己在一直替天行道，却不知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生灵。如今我的修为散尽，我不知道我未来的路在哪里。我不再是捉妖师了，可捉妖师唐周又是谁？是那个虚无缥缈的神仙吗？不，我不是的。可我也不是我。小二，哎，再给我拿一壶酒。好嘞。不用了。叶楠，你不必同情我，你走吧。你别再喝了。唐周，如果不这样，他怕是不会停下的。他的修为已经散尽，又经历了一场恶战，现在体内仙医的痕迹又扩大了。他必须得快点找到下一个神器，如若找不到的话，他体内的仙医会爆体，那样他会没有命的。他未必不知，这次苍红的事对他打击过大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助他走出心魔，不然他不会再继续寻找神器的。雨墨，如若我们能成功说服他，我们能不能陪他继续找下去？凡人唐周是我们的朋友，我当然愿意助他。来了，酒肆关张了，城郊闹鬼，老板路过的时候被吓病了。若是以后还想有酒喝，不如一探究竟，也算是为民除害了。喂，
老板说你欠了他很多酒钱，捉妖师不做了，这人还是要做的吧？别抓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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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地距凌霄派不过10里，从来没有妖敢靠近过。你们好大的胆子啊！就不怕被抓了吗？以前自然不敢，不过听说凌霄派大乱，我们自由了。没有人管就可以出来闹事吗？你们很丢妖脸，知不知道？我们就和凡人开开玩笑，没想伤害他们。别人觉得好笑，那才是开玩笑。你们这是吓唬。坐好了，好好反省。唐周，凌霄派之过是苍红一人的错。这些年来，门下弟子也一直在降妖除魔，确实保护了很多百姓。凡间散落的众小妖，他们脾气秉性各异。作为野兰山山主的我，深知归正他们究竟有多难。而且铲除恶妖，于人于妖，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，你不必自责。你们3个小鼠妖，不能因为自己是妖就胡作非为。我们来到这个世上，无论是人或者是妖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妖。你看我身边这个人，他没有天师的身份，也没有凌霄派的作风，可他依旧在除恶扬善，做一个好人。你们应该向他学习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酒肆老板真的是被他们吓病了吗？是我们付了钱，让他关业的。可是这些小家伙吓唬人也是真的，那些人被吓病也是真的。你觉得我们这么做对他有帮助吗？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依我看，就应该好好揍他一顿。我看这小子略微欠揍。我还是去看看他吧。这些小鼠妖交给你了，好好教育他们，注意安全。好好反省啊！一个人躲在屋顶上来喝酒啦？你是来撒酒瓶的吗？道士也得有啊。一个人这样干巴巴的赏月多无聊啊！正好我回来呢，带了点糕点。其实好东西我是不想分享的，但是看在你今天除妖有功的份上，一起吃吧。当初在兰溪镇抓你的时候，你假装小贩，卖的就是这白玉糕。当时呢，我饿了，就吃了几块。我始终记得这个味道。你还提呢？提到这个我就生气。刚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吃了我们那么多白玉糕，还把我关在你的玉葫芦里，一关就好几天，都快饿死我了。我现在想到这种事情，都想画个符诅咒你。那你要我帮你忙吗？那时候我以为所有的妖都该杀，幸好没有将你收进降妖塔。今后做事真应该好好的想一想。你刚刚说今后，你好一点了吗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你好一点了吗？燕丹，我已经知道你为什么疏远我了。月末说，那个人伤你很深。上元节那天，我看你笑得很开心，所以
你应该是好一点了吧？我本想着看你安好了就离开，但没有想到又连累了你。上元节那天，我看到你的花灯了。还有一次我中了寒毒，在神霄宫外放了一块熔岩，放熔岩的人是你吧？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。燕丹，你突然向我道谢，听起来有点不太习惯。但是呢，我还是想知道，你好点了吗？多吃一点吧。你这手怎么了？没什么事，不小心划伤了而已。你也吃。这个味道还是和之前一模一样。快走，严丹！严丹！我不再用剑指着你了，我说过我不会再用剑指着你了。严丹，严丹，原来如此。严丹，不要伤害自己了。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，但请你们让我救救他，请你们让我试一试，可以吗？严丹，云墨，你让严丹再试一次，如果还是不行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啊！住手！我还想再试试。严丹，严丹，不能再让他疯下去了，赶快把唐周送到温泉，温泉可以修复他的灵力，免得他的身体被灼伤。好。好。果真在此。知悉啊，有件事您牵连甚大，说了怕是要受连累，我就一直没有告诉你。如今这野兰山境中，难道这山境中，当真有什么古怪？一定要探查究竟。应元君，他没有死。
为何他的仙衣竟是破损的？这仙力冲撞，绝非肉体凡胎可以承受。如若仙身被仙灵炸开，元神也必要灰飞烟灭。枯石掌，好歹毒的手段！眼下只能先敷上净魄膏，让他体内的仙力稳定些许。之前太优对我说的那番话，可是早知应元君在此，不欲我出手相救，我是否破坏了丽难？应元君又为何在妖族之地？若我先带他归天，会否落人口舌，反误了他的清誉？颜淡，怎么会有天级的星辰？难道是……芷溪，姐姐。芷溪，我知道是你，你出来啊！你为何不出来见我？芷溪，你曾经说过，芷溪会永远保护颜淡，永远不离开颜淡。你食言了一次，还要再食言第二次吗？你说过，永远不会原谅我。如今，我又有何颜面来面对你？若你真的不想见我，那为何我刚刚要摔倒之时，你怕我受伤，要出手相救呢？我害你仙命折损，沦落凡界，如今便是搭救万次，也不能赎清往日罪过。我不配站在你面前，也不配做你的姐姐。别哭了，丑死了，小黄猫似的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无论师傅怎么责罚你，那些仙官如何嘲笑你、污蔑你，你从没哭过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我的姐姐是四叶汉淡一族最优秀的仙官。怎么如今这些愿望都实现了，反而哭起来了呢？我是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一切，仙界仙职，仙家的钦佩，天地的信任。可我才发现，得到了这一切，没有你在身边，这一切便毫无意义。你跳桥之日，我全当自己也死去了一半。往后余生，我活着便不再是为了自己，只为忍辱负重，苦心修炼，将你所受的痛苦100倍还给应灯。恶有恶报，他的报应已至，也该轮到我了。
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。当日你万念俱灰的跳桥，终是因我一念之差导致。此为断慧笔，扎至伤入神髓，痛彻百年。若能减缓你心中的一丝憎恨，无论怎样惩罚我都愿意。当真？你看，这是什么？我把心情都收集起来了。我的惩罚便是止息与元旦，从此以后再无生别，只有死离。你可愿意还认我这个姐姐？不然呢？那你呢？你曾后悔有过我这个妹妹吗？从未。你千年苦心修行，而我千年只懂得贪玩享乐。我所有不想做的差事，姐姐你都帮我做了。我犯错时，你帮我打掩护，帮我承担，帮我扛了责任。你把所有好吃的好用的都留给了我。那个时候你都没有不要我这个妹妹。如今姐姐只是犯了一点错误，我怎么可能会撇下你呢？当年下狱之事，我怨你是真的，可这些年来，我想你也是真的。我在凡间遇到了银灯，我亲手把他杀掉了，我厉害吗？这样一想，当年的仇你也替我报了。凡间数载，我经历了颇多，我也明白了你当时的心魔。往日的种种，我早就原谅你了。姐姐，我们四叶汉淡一族，灵根相连，你永远是我最亲的人。姐姐，颜淡，我好想你，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。颜淡，你居然能在凡界和应渊君再度相遇，此等缘分，实属难得。姐姐，如今你是妙法阁掌事，一定见多识广，你可以告诉我，如何才能寻回地质神器吗？你要找神器地址？难道是为了救帝君？明明20年前，天界已公示他罹难而亡，为何方才我却在温泉畔见到了他？仙衣破损，还中了枯石掌。你这么聪明，一定知道为什么。天界有人不想让他回去。难道是太幽星君？如今他已经丧失仙界记忆，修为全散，已经是一个普通的凡人。而现在中了枯石掌，仙力涌动，再难平息。若是没有神器地址稳住仙灵，恐怕不出几日，便会不明不白死在人间。可天界早有律例，任何人不得干涉仙神罹难。而我此次下凡的任务，正是要取走神器地址。依天规章程，我理应先把地址带回天。上禀帝君受伤一事，
在下凡搭救。他如今命在旦夕，已经等不及天归章程。况且行凶之人尚在天界，若是地旨回到天庭，他必死无疑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不想因此犯戒，这样，你告诉我如何做，我来动手，我不会牵连你的仙阶的。仙阶还能比你重要吗？颜淡，只是我告诉你也无用。帝君下凡历难，唯有在保全仙灵的前提下，劫难全渡，才能归位。如今帝君仙衣破损，若无神器修补，定撑不到渡劫完毕。可寻找神器地址，需在山境布阵，逐一勘察，至少需要12时辰。眼下帝君的身体，撑不到那时候。除非什么？除非让帝君先死一次。帝君如今还剩最后一难，便是死难，而神器隶属帝君。神器天性护主，主人命在旦夕，神器若在10里之内，便会有所感应，回到主人身边。我明白了，也就是说，只有唐州将死，神器地址便会归来，库氏掌印便可破解，到时历难完毕的同时，可以恢复仙阶归位。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可如今帝君仙灵眼看便要爆裂，肉身一旦损伤，仙灵必将不保。到时候纵然我们找到了神器地址，他也会魂飞魄散，一切便毫无意义啊。7日之内不能沾水，否则伤口会感染。还有啊，要注意忌口，什么辛辣、海鲜、生冷的食物都不能吃，明白吗？你这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学得如此破马？小人。昨日喝完了如意酒，你可想明白你内心所想了吗？不跟他们回凌霄派，真的是你内心最深层的想法吗？上次离开，我心中很是愤怒，但是这一次，我是真的放下了。之前在镜湖水月，我已经说过，以前我肩负着师门的责任，可现在我却为自己而活。我不愿留下遗憾。颜淡，我想让你明白我的心意。我最想守护的人，就在眼前。既然你已经知道我恢复了记忆，那你便应该知道，我之前说的那番话都是真的。你我之间，绝没有半点可能。待我帮你寻回4大神器，你回归天界，重新做帝君之时，我们的情分便是缘尽了。颜淡，昨夜的如意酒十分有效，你教我酿酒可好？如意酒的材料十分罕见，已经没有了。既然原料珍贵难觅，那就算了吧。
你孤身在寒夜中采集花露，难道只是为了让唐周睡个好觉？于墨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刚刚找你找了好久。我闲来无事，便出去走走。什么？我给你配制的药，可以治你身上的疤痕。其实这个药的配方，我前段时日已经得到了，只是其中有一味月光非常难采集。月光？对啊，这副药是由风花雪月特配而成的。前3种我都已经采集了，唯独这最后一味月光。月光需要新月、满月、上弦、下弦4种整夜的月光才能配制成功。哦，那你去明须山就是为了采月光的吗？是啊，正好那夜是下弦月，就是我收集的最后一道月光。我之前在野兰山的时候，曾经答应过你，一定会帮你把身上的伤疤治好。我当然要言而有信了。如今有了这个药，你身上的伤不会再反复了。你真心待我，我却那般想你。燕丹，对不起。好啦，不要再说感谢我的话。我以前忘记前尘的时候，灵力又低微，多亏了你在护佑我，而如今我已经恢复记忆了，并且灵力大增。以后你这条小黑鱼啊，就靠我这靠山吧。好。禀告山主，百灵，怎么了？紫离山主和琳琅失踪了。什么？唐公子，冒昧打扰，想与你做一桩生意。吴影寿传信要我，明日携带神器前往凤泉谷。神器上交之后才能放人，否则琳琅和紫林会有性命之忧，而且整个山境也会遭受灭顶之灾。玉墨，正是东海龙宫中的那只无影兽。自我们寻找神器开始，你因为忘记前尘，所以不懂得仙法，很少使用3大神器。有谁知道神器是在你身上的？又有谁以紫菱还有琳琅作为要挟呢？会不会是神霄公主？不可能。昔日创世之战，她便连同龙王里应外合，屠杀我9期一族。之后仙魔之战，又杀我师父。我与此人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我定能认他。北冥仙君不是战死的，这个人是谁？此人再次现世，为什么这一次却是冲着你来的？我第一次下山捉妖之时，被人追杀，所入法阵损了仙衣，而如今他既然知道我还活着，定会再次动手。此人在9期灭族之时便已开始计划，足见其深谋远虑。经过数万年，又无人知晓，足见其如此细致。现如今，他要知道唐州下凡罹难的一切消息，又能轻而易举地将他的仙衣破损。如此推断，他定是仙上非常尊贵的仙鬼。如今他知道我尚存于世，却没有直接杀入山境，那是因为他知道夜兰山正是妖族的聚集之地，若是生战的话，那必定会惊动天界，所以他不敢轻举妄动。所以你更不能将神器交出去，不然当年那些惨死的人更是枉死了，夜兰山也会有危险。
一旦你身死的话，三界必定会大乱。你们这说的也太邪乎了！这位唐州唐公子是什么大罗金仙转世啊？怎么感觉我们山境要大祸临头了？对了，燕丹，你曾经说过我是天上的帝君，我以为你在骗我，难道这是真的？我们不然去问问陆明吧。不可，此人若知唐州还没有离世，定会调查是谁破坏了他的计划。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问陆明，定会将他陷入为难之中。那我立刻调进山境众妖，哪怕那人是大罗金仙，只要我们妖界万妖齐心，总能把人救下来。你想的实在是太天真了，此人的妖力一定非常非常的强盛。如果此刻你集结大家，跟送死有什么分别？严丹说的没错，可是，如若唐州的仙力还在，再加上我的9旗之力，我们2个说不定可以赢他。现如今，他的裂痕之症已经灼伤他的肉体，若再使用仙力的话，恐会性命不保啊！我有一个。山主，紫妍，山主，你别着急啊，山主会把琳琅救回来的。紫妍，山主，我能找到我姐姐。狐族嗅觉闻名3界，对狐族人而言，每个人的味道是不一样的，哪怕远隔千里，也可以寻其气息，辨其方位。我姐姐就在风泉谷中，山主哥哥、严丹姐姐，你们带上我吧。我记得你以前没有喝酒的癖好。这是以前你的癖好，只不过你不记得了。月破之日，天地两重，有流星美景，却是不期之祥。对于天上的仙官来说，流星不过是应卯的差事；而对于像你这样修行的人来说，则是占卜凶吉的方式。还是普通的凡人好啊，他们对着流星许愿，并且认为一定可以实现。别动。许愿谁不会啊？是啊，许愿揪我的睫毛，这合理吗？不行，我要揪你一个。哎。这小人，燕丹，你知道我许的是什么愿望吗？三界太平，众生喜乐呗。我希望你能像从前一样快乐，然后你喜欢我。翠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。会走出一你来到凡间，不过是来历练的。
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梦。看到了吗？流星汇集的云彩处才是你最终的家，你早晚都会回去的。神仙是不得有情的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你早晚都会回去的。若是我不愿意回去呢？如果我们计划落空，明日我将神器交出去，就再也无法归位了。可那样你会死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若是我死了，你会原谅我吗？燕丹，虽然你一直不肯告诉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看流星吗？900年前，我曾经也跟一个人看过流星。刚开始我很讨厌他，可是后来我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他。这个人救过我，也伤过我的心，但他跟我说，他肩负着众生，他的心里不能有任何的牵挂。那个时候我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可是我现在明白了，无论是人、妖，或者是神仙，他们都有自己的责任。所以唐周，你不能留在这里。可是燕丹，那个人不是我。你跟他一样，你们肩负着一样的责任，你们不得不去承担。我不想等你以后回忆起所有，你会后悔和不甘。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一定会让你顺利归位。可是燕丹，我跟那个人不一样，我不是